最近，俄军经常被开罐的 T90M 迎来了升级。根据乌拉尔车辆厂发布的视频 ，T90M 已经加装竞技场 M 主动防御系统。俄军要升级 T90M 的消息其实早就已经爆出来了。乌俄战争开始后，在标枪、无人机的攻势下，俄军坦克被炸得零件乱飞，甚至 T90M 都被乌军俘虏，被送到美国拆解。于是俄军就开始为 T90M 加装竞技场 M， 直到现在 T90M 总算是升级完成。从外观来看 ，T90M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炮塔周围多了几个雷达收发器与拦截弹发射器，与之前公布的专利图很像。不过各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T90M 的升级有很多槽点。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T90M 加装的竞技场 M 真实性能到底如何，在乌俄战场上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乌俄战场之上，由于乌军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的存在，前线10公里范围内已经成为了俄军坦克的禁区。在当前的战线当中，俄军大部分的攻势都是步兵冲锋，一方面是装甲车辆不足，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太容易被炸坏了。T90M 也是如此，作为俄军目前大规模列装的最强坦克 ，T90M 配备了多层防御措施，其正面装甲的厚度堪比900毫米实心钢，但性能依旧不够看。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都是攻顶，这也是坦克最薄弱的地方。为了躲避乌军的攻击，俄军被迫在坦克上加装防御笼，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于是 T90M 开始加装竞技场 M 主动防御系统。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俄军就已经在测试竞技场 M。不过各位也都知道，俄军实验主动防御系统的载具很多， T72、T80 都测试过，但最终都没能量产列装。直到在乌俄战场之上，自家坦克频繁被炸，俄罗斯这才下定决心。2022年9月，俄罗斯国防部汽车坦克装甲兵总局负责人亚历山大·谢斯塔科夫表示，正在进行现役坦克现代化升级的实验和研发工作。如果有必要，主动防御系统可以安装在任何装甲车辆上。等到2023年，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就声称，正在为俄军的 T90M 与 T90BVM 配备竞技场 M。不过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签合同，直到2024年8月，俄罗斯军方才正式下达首批 T90M 升级的订单，合同交付给了乌拉尔车辆厂，最终在2025年加装竞技场 M 的 T90M 正式亮相。2月初，乌拉尔车辆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加装竞技场 M 的 T90M， 与之前公布的专利图相比，有了一定的更改。从视频来看 ，T90M 配备了4台雷达收发器以及对应的拦截弹，炮塔的前半部分基本与专利图一致，但尾部发生了一点变化。从专利图来看，炮塔尾部应该还有一个雷达收发器，但是乌拉尔车辆厂公布的视频当中 ，T90M 的炮塔尾部是平整的，而炮塔后方2个雷达收发器的位置也有所改变。俄军的想法应该是由后方2个雷达收发器探查炮塔尾部与两边，既然都已经修改了，盲区大概是不存在的，但最终效果如何，谁也说不准。至于性能，火力军只能说不会很差，毕竟俄罗斯研究主动防御系统的时间并不短，最早的竞技场在1995年就已经出现了。反装甲武器的发展速度与装甲完全不成正比，这就导致装甲车辆无法通过自身装甲防护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各国不约而同地达成一个共识，需要给装甲车辆上点花活，也就是主动防护系统。装甲车通过雷达和光电等探测装置感知并获取来袭弹药的运动轨迹和特征，之后通过计算机控制对抗装置，阻止来袭弹药直接命中战车。苏联最出名的地方就是钢铁洪流，所以高度重视地面攻防作战，装甲防护那更是重中之重。自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便开始在坦克上安装爆炸反应装甲，并研制出世界上第一种主动防御系统，也就是东伊安装在 T55上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车臣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坦克遭受了轻型反坦克武器的严重威胁，甚至被摧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也开始研究主动防御系统，
并在东一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性能更好的东二，其探测范围可以覆盖360度，但是对高仰角的目标无能为力。根据俄军的实验，东二可以将战场上的坦克损失降低70%。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也是俄罗斯在这个时期研制的。通过对陶式、海尔法等反坦克导弹与 RPG 的测试，竞技场可以使坦克的生存力提高2倍。从早期的性能来看，竞技场是一个8角形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安装在炮塔顶部后方的一个折叠桅杆上。当雷达发现50米内的来袭弹药时，竞技场可以在0.05秒内做出反应，控制拦截弹斜向上发射并斜向下引爆，通过定向产生的破片摧毁来袭弹药。由于是定向引爆，产生的破片不会对坦克造成附加伤害。不过对于步兵而言，火力军的意见是有多远跑多远。竞技场也具备一定的对抗高仰角来袭威胁的能力，基本覆盖了标枪、长钉这种反坦克导弹的打击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竞技场的覆盖角度只有270度，炮塔的正后方是防御盲区。虽然天线有加固外壳，可以抵挡小口径子弹和破片打击，但是雷达系统太过集中，战场抗损性能与隐蔽性都不太好。在后续的升级中，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变。2018年，竞技场 M 首次公开亮相，与早期的集成式雷达不同，升级版将雷达天线分散布置，系统抗损能力更强。早期在 T72B3 上进行测试时，竞技场 M 探测范围为340度扇形区域，现在大概率可以做到无死角覆盖。在坦克指挥官启动竞技场 M 之后，4部小型的雷达收发器会在坦克周边进行360度全方位的探测，每个探测模块对应一部拦截弹发射装置，并且该系统是完全自动化运作。雷达系统会持续扫描周围的环境，车载计算机随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对其进行拦截，并在200至400毫秒内重置拦截另一个目标，这就意味着其可以对抗来自同一方向的多个威胁。竞技场 M 还包括一个具有高度干扰保护的多功能雷达系统，即使在敌人试图用电子战系统干扰时也能运行。装备方式也很简单，它与火控填装系统不同，竞技场 M 不与车体结合，而且类似反应装甲那样属于可拆卸可加装的，重量也很轻，原来的竞技场只有 1.1 吨左右，竞技场 M 也不会很重，不会影响到战车整体的续航能力。单从纸面数据来看，这竞技场 M 的性能还行，只是在乌俄战场之上，火力军只能说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不多。从单台坦克的角度考虑，主动防御系统作用非常大，但是从整体战场考虑，作战效能就降低了很多。就外观来看 ，T90M 升级后最大的槽点就是炮塔前面的雷达收发器，俄罗斯把它挂在了爆反前面，很容易就会损坏。M2 打爆 T90，火力军可没有忘记，在这种密集火力下，竞技场 M 的雷达收发器恐怕很快就会损坏，并且在实际作战时，主动防护系统这个东西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无法应对饱和式打击。竞技场 M 的反应速度是很快，但拦截弹的数量有限，发射后很难快速填装。在无人机大规模的袭击中 ，T90M 很快就会耗尽弹药。巧的是，乌军早就开始大规模生产 FPV 无人机，在乌俄战场之上，无人机只会越来越多，饱和式打击会变得很频繁 ，T90M 很难生存下去。竞技场 M 拦截反坦克导弹，火力军没啥好说的，但是拦截无人机就有很多问题了。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早期的竞技场没有料到无人机的存在，所以会直接忽略速度低于每小时240公里的目标，无人机恰好就在这个范围。俄罗斯经过改进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问题在于无人机的速度多变，飞行路线存在不确定性，防御极为复杂。速度降低之后，诱饵和误报也会影响系统的判断。那些经过改装的4旋翼无人机可以在高空盘旋，并投掷大量锡纸包围的高尔夫球，从而耗尽拦截弹。并且在实际作战当中，竞技场 M 无法一直开启，坦克进入作战区域后才会大开。但问题在于这无人机的航程太远，并且很难被发现。T90M 很有可能会在没有发现敌方的情况下被炸。在乌俄战场之上，就存在 T90M 在仓库避难时被打击。
此外，俄军的装甲力量严重不足，进攻方式一般都是步兵冲锋。相比较最初的竞技场 M 虽然性能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有一点一直没变，步兵在距离坦克50米时的附带伤害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也就意味着，当打开竞技场 M 时，步兵最好远离 T90M， 这一点与俄军当前的战术完全不同。还有就是系统可靠性，俄罗斯虽然很早就已经研究主动防护系统，但基本没有大规模列装。早期的洞1仅在 T55上进行过测试，后续的升级版洞2则是在 T80UM2 上进行了多次测试，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洞2并不适合实战环境。原因也很简单，苏联当时的作战理念是装甲集群与步坦协同。如果是装甲集群作战，一旦坦克集群出现一枚来袭弹药，甚至是自家坦克发射弹药，就会引来多辆坦克自动拦截。别说拦截敌方导弹了，一堆拦截弹自爆，坦克自身的装甲都会受到损坏。再加上步兵协同作战，步兵也会被自家坦克发射的拦截弹伤到。其次就是概念太过超前，相关技术根本跟不上。来到竞技场的时代后，俄罗斯解决了一部分技术问题，可以快速识别目标并判断走向，从而选择拦截或者不拦截。就像一前一后2辆坦克，后方坦克发射的弹药，竞技场会直接忽略。但是如果判断是来袭弹药，那就发射拦截弹。至于装甲集群与步坦协同的战术，也不是不能改变。只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怎么样，军费很少，还要维护核武器这种吞金兽，留给常规武器的预算并不多。于是俄军并没有选择大规模列装竞技场，作为最新版的竞技场 M 更是如此，所以 T90M 加装竞技场 M 可靠性无法保证。最后就是量产问题。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本土的军工企业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但由于制裁的问题，新坦克的产量一直上不去。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这些军工企业最大的贡献就是翻新了 T54、T55这些老旧坦克，自然也无法保证升级 T90M 的速度。总的来说 ，T90M 加装了竞技场 M 的确可以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但是在乌俄战场之上，并不能改变被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炸的命运。坦克的4大防御分别是：不要被发现，发现了打不着我，打中了不会被击穿，击穿了不会被击毁。它仅仅是第2步，不是决定坦克生存性的决定性技术。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T90M 加装战利品之后，性能会有多大的提升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